我必须对你们道歉。对不起，这一集可能是这个频道最主要的影片，也是最难，因为今天我要跟你们承认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。我来西班牙，而且我没有办法回去台湾，但是至少在西班牙我比较安全。也许这几年来一直都有一件事我没有跟你们讲，但是这样很难忍受，我受不了。今天会跟你分享。你知道这几年很多人怪我是民进党的侧翼网红，很多人说我是因为民进党给我钱，所以我拍这样的影片。事实上不是这样子，但是真相更可怕。我觉得你们无法想象。事实上这3年我非常害怕，我离开台湾来西班牙，我才敢跟你们分享真相。说实话，我还是害怕，但是我在西班牙跟台湾比起来还算安全。真相是什么？这些年我一直跟你们说民进党有多好，共产党有多可怕。我跟你们讲这件事真正的原因是我害怕。你想想看，中共对你不好吗？很难说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事实上中国经济越来越好，他们已经超越美国，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吧？中国很安全很和平。那为什么我一直在批评中共？只有一个原因，但是不是钱，真正的原因是我被民进党恐吓。有没有发现以前我的影片都是讨论文化差异，还有教西班牙文？但是有一天民进党的警察来我家，他们逮捕我，但是最可怕的是他们也有逮捕我老婆、我小孩，他们把我们送到警察局。这件事有多可怕？把我们放在不同房间，我问他们我老婆跟小孩在哪里，他们不回答。那个时候我非常害怕。后来他们花了大概4个小时，一直问问题，慢慢跟我说我必须帮他们拍片。如果我不配合，我老婆、我小孩会受到后果。他们说的很模糊，但是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会让我老婆、我小孩消失，我这辈子不会看到他们。他们也说，如果我公开这件事，我完蛋了。但是现在我成功逃离台湾，所以我敢说，因为虽然我还是害怕，但是至少我老婆、我小孩跟我自己现在在西班牙比较安全。所以今天我还敢明确跟你说，台湾是一个独裁国家，没有错，不用怀疑。民进党用暴力来影响到媒体，也有网军，这样才可以控制你的思想。简单的说，是骗台湾人。你知道你的手机民进党都可以看吗？有没有发现路上监视器无所不在？你在那里，你想什么，他们都知道。所以如果你敢批评民进党，警察会去你家，会逮捕你。你想想看，那天我被逮捕，我老婆、我小孩被逮捕，有多可怕？所以我希望你了解我的状况，不是因为我想要钱，你懂吗？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会这么做。那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知道人民不支持他们，所以他们只能有这种方法来控制人，压迫人民。因为普通老百姓知道民进党在干嘛，所以他们需要投资很多钱来骗你。他们不想要你发现，他们不知道怎么管理这个国家。那是为什么他们一直搞分裂、搞台独？他们想要两岸发生战争，那是为什么他们一直不断的挑衅中国？但是一发生战争，他们会用你的钱来逃离台湾。他们不想要你发现，他们真的很烂，他们贪污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台湾房地产这么贵，是谁的错？当然是民进党。台湾冠状病毒是谁的错？如果不是民进党是谁？那个时候不是政府吗？还有，你一直都认为台湾的网络是自由，你太天真。事实上，在台湾你可以看到的网络，只能是民进党决定你可以看。你这件事本来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批评赖清德呢？警察会去你家，像我一样会逮捕你。他们会说是因为国安法之类的。台风、地震，台湾人是受害者，是谁的错？当然是民进党啊！民进党不是政府吗？但是台湾人还被骗，会说哦，台湾有民主自由，我们有所谓的民主自由，但是我们没有电、没有水、缺鸡蛋、缺卫生纸，那些事情是要怪谁？我觉得可能最夸张是房价，你可能忘记了，但是马英九时代大家都可以买房子，现在呢，怎么买房子太离谱？你可能不记得这件事，因为你被骗。那民进党怎么操控台湾人的思想？首先是有媒体、新媒体，但是也有警察，还有国军。你以为国军是来保护台湾
湾吗？不是，是保护民进党。还有最熟悉是民进党的侧翼网军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本来是民进党的侧翼网红。那是为什么？我一直说民进党有多棒，有多厉害，一直强调中共多可怕，是因为民进党逼我讲。他们还有强迫我说一些更离谱的事情，例如呢，台湾是一个国家，很离谱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中国才是祖国。还有我必须强调我爱台湾，我怎么可能爱台湾？我是阿多啊！我一直强调台湾多棒，太恶心，而且民进党一直逼我跟你们讲中共的坏话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想要造成中国人跟台湾人的分裂。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两岸一家亲，你以为我是很乐意做这件事吗？不是，我曾经有抱怨，我跟他们说我不想要说谎，但是每次我这样说，他们用我老婆、我小孩恐吓我。我理解你没有办法原谅我，但是你要理解，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必须对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所以现在你不相信我，我可以理解，我接受。但是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你知道有一天我在家里说柯文哲很可爱，民进党在用我手机来偷听我说的话。过了半个小时，警察来我家提醒我要小心。那天我了解我必须配合，而且你知道现在我来台湾也不是完全安全。你知道民进党也有海外警察局，还好我家人跟我都有西班牙护照。虽然是如此，但是我还是害怕有一天他们来找我。这样可能你们比较了解我的状况，也比较会了解现在我需要多大的勇气来跟你们分享这件事。而且你想想看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去台湾，不是海关会拒绝我，而是一到机场会被抓，会被消失。而且不只是我，也是我家人。身为一个爸爸，必须保护我的小孩；身为老公，也要保护我老婆吧。但是最可怕、最离谱不是这件事。你知道什么是最可怕吗？最可怕是你相信这些废话。拜托啦，这样的话是中共会希望我说的话。还有在台湾帮助中共的人，因为你只要反共，你一直不断的贴标签，被攻击、被恐吓，每天呢。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，如果你刚刚相信这些废话，你是非常好骗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首先，因为1年前我拍过一个非常像的影片，那时候我说民进党付给我钱来说民进党很棒棒，中共很坏坏，没想到变成我频道观感指数的第2名呢。所以那时候也有在想，如果我批评民进党，我流量有多大？流量大也是可以赚比较多的广告费。所以那个时候一直怀疑是不是中共投资很多钱来推反共的影片，批评民进党会有流量，也会有钱。还有为什么我觉得你相信这种废话是非常的好骗？因为我怪民进党的事情都是中共在做的，比如说呢，海外警察局，或是被逮捕清核查，控制媒体、监视器，用你手机来偷听，或是售卖网红。如果你对中共做了这些事情不够了解，你应该要多了解，因为这件事跟你的未来是非常有关系。所以你可以 follow 我。身为台湾人，你不得不了解中共，因为中共想要你变成中共的奴隶。如果没有挡住他们，尤其是挡住在台湾帮助他们的人，你未来没得选。还有，我非常担心你们多么好骗。例如呢，我这部影片一直强调我老婆、我小孩，我什么时候有老婆跟小孩？也许有一些人相信，但是如果你稍微调查一下，你应该要怀疑这件事情。还有，我说一些根本是很离谱的，例如我说柯文哲很可爱，警察来我家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说这样的话，警察来我家，那黄国昌或是馆长呢？他们每天都骂赖清德，但是他们很安全。如果台湾真的是一个独裁国家，他们早就会消失。柯文哲不是被放自由吗？而且如果是一个独裁国家，你根本没有办法举办一个活动抗议政府。
而且是在凯道。例如在中国，你没有办法在天安门举办一个活动反抗中共，因为是一个真正的独裁国家，跟台湾完全不一样。那是为什么独立思考这么重要？因为可以避免你被骗，不是被骗国家，也是被骗钱、被骗自由、被骗安全，这些都是很重要。所以如果你还在怀疑我是不是刚刚骗你，对，没有错，民进党从来没有恐吓我，也没有付给我钱，我当然会回去台湾，我只是来西班牙看我的家人，我没有老婆，也没有小孩。台湾不是一个独裁国家，中国才是。而且最重要，我们看看这部影片是不是观感指数意外的高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可以确认中共投资很多钱来推反共的影片，或是批评民进党的影片。也许呢是为什么有一些网红本来是反共，现在变成反共。那为什么我还是做反共影片？这样没有业配，观看次数也比较少。但是这3年我一直这样做，为什么我还是为台湾发声？问这个问题很正常，所以你可以订阅，因为我下个礼拜会跟你分享。我本来没有仔细跟你分享这件事情，可能是因为是比较私人的故事，但是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。你会有兴趣听吗？而且这个故事刚好是3年前在西班牙开始，所以现在我在西班牙也是刚刚好。无论如何，如果你看到这边，我非常感谢你，而且我要特别感谢我频道会员跟每一个礼拜一直支持我的人。这个不是客套话，说实话，如果你们没有支持，我今天没有办法那么专心的拍这样的影片。所以我的感觉是，这个频道不是属于我，也是属于你们。这件事我非常感谢，因为这些议题对我来说很重要，真的谢谢你们。我是黑鼠师，好嘞，拜，再会。